歡迎來到深夜故事屋，我是香菜。最近這幾個月是颱風好發的季節，相信很多資深山友都知道，颱風過後不是天氣放晴就代表山上安全了，這是因為山還沒有恢復。今天要說的山難故事，就是發生在一個颱風過後，一起山友的離奇失蹤和意外事件。話不多說，就跟香菜一起進入這集的腦洞靈異故事吧。山友。故事發生在10月底，一個秋台才剛離開台灣，因為全球暖化的關係，秋台在台灣已經見怪不怪了。路上颱風警報解除後第4天，天空已經藍得不像話，秋老虎的天氣熱得讓人心浮氣躁，新聞也停止颱風的播報消息。可是氣象專家卻還是提醒大家，颱風過後7天內不建議進入山區，原因很簡單，土石還沒穩定。溪水流向改變，步道可能被沖毀，甚至整座山都可能因為地下水飽和而慢慢滑動。只是有12個人沒有把這句話放在心上。他們是大學時期登山社的好友，畢業後大家各奔東西，有人當工程師，有人當老師，有人在醫院上班。大家忙了好多年，好不容易約好10月一起回到學生时代最熟悉的活動——登山2天1夜。他們預計第1天上午出發，傍晚入住山莊，隔天凌晨攻頂看日出，再下山。這種行程他們以前不知道走過多少次，而且這12個人都有豐富的登山經驗，有人甚至已經完成百岳超過50座。所以雖然家人一直勸，新聞一直提醒，他們還是笑着說：哎呀，放晴4天了啦，哪有那麼倒霉？山在呼喚着我們呢。於是他們還是按照原定計劃準時出發。抵達登山口時，他們發現停車場居然一台車都沒有。平常假日總是停滿車子，今天卻安靜的出奇。隊友們還開玩笑的說：我們今天包整座山。他們依照往例在登山口拍了一張合照，12個登山社好友，每個人的臉上都充滿了期待和興奮。接着在他們準備動身時，停車場的廣播聲響起：請不要進山。大家面面相覷。一名隊友走進管理室一看，門開着，裡面卻沒有人。他乾笑了一下：沒人呢，可能站離預先設定好的廣播啦。結果話才剛說完，又來一次，但這次的廣播聲斷斷續續的：請不要進山。有人開始覺得毛毛的，但隊長只是笑着說：山區訊號干擾了，別自己嚇自己。走進登山口沒多久，第2件怪事出現了。路邊立着一塊新的黃色警示牌，上面寫着：前方步道危險，小心通行。可是警示牌竟然是背對着登山口方向，像是故意不想讓進山的人看見。隊長還笑着說：這管理員也太混了，竟然把警示牌放反。他順手把牌子轉正，就在那一瞬間，所有的人都聽見遠方傳來一聲很長很長的嘆息声，像是終於有人放棄勸阻。一路上森林安靜的不像山林，沒有蟲鳴，沒有鳥叫，連風吹樹葉的聲音都沒有。有隊員說：這是不是太安靜了？另一個人笑着回答：可能動物知道颱風剛過，都躲起來了吧。但就在這時，他們發現沿路所有避難方向的紅色布條全都不見了，只剩下被剪斷的繩子，像是有人刻意把所有的指引全部拆掉。下午3點左右，天空突然開始變暗，烏雲從另一個山頭快速翻過來，遠方已經雷聲不斷。隊長說：就快到了，再1個多小時我們就抵達山莊。大家開始加快腳步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他們來到一個岔路口，所有的人停下來。隊長皺起眉頭：奇怪，以前有這條路嗎？地圖上沒有， GPS 也開始一直跳點。就在大家正討論時，左邊那條路慢慢走來一對男女山友，看起來40多歲，背着有點舊的登山包，衣服乾乾淨淨，完全不像剛走完山。男人笑着說：你們要去山莊嗎？隊長點點頭。男人指着他身後：走這條，很快就到了。女人也露出笑容：我們今天一早才攻頂下來，天氣變了，要注意安全哦。所有人鬆了一口氣，既然有人剛走過，那就沒問題啦。他們還笑着跟那對山友道謝，雙方擦肩而過。
就在最後一個隊友回頭時，那對山友已經消失在林中了，連腳步聲都沒有。他愣了一下，有沒有那麼快啊？但是他沒有多想，只能跟着隊伍繼續往前。但越往前走，他們感覺越奇怪，地上的泥土沒有任何腳印，明明那對山友不是才剛走過嗎？卻連一個腳印都沒有。接着他們發現旁邊的樹幹開始出現抓痕，一條一條的，像是有人拼命往高處爬。有棵大樹上竟然刻着一句話：不要相信他們，自己很新很亂，像是不久前慌亂刻上去的。這時的氣氛變得有點凝重，大家開始沉默。又過了大約20分鐘，有人開始聽見耳語。剛開始只有一個人聽見，後來變成3個人，最後幾乎所有的人都聽見有人一直在耳邊說：快到了，就在前面，快到了。可是每個人聽見的聲音都像是自己最熟悉的人，有人聽見媽媽，有人聽見女朋友，有人甚至聽見早已去世的阿公，但大家都不敢說出口，只是一直低着頭走。忽然山莊出現了，就在遠方，窗戶亮着黃色燈光，煙囪還冒着白煙，所有人都歡呼：啊，終於到了！但10分鐘後，山莊還是一樣遠；20分鐘後一樣；30分鐘後，與山莊的距離沒有任何改變。山莊像畫在山壁上的一張照片。有人開始崩潰了：我們是不是產生幻覺了？隊長安慰地說：沒有啦，再走一下就快到了。可是地上開始出現他們自己的腳印，而且越來越多。最後他们發現一路上踩到的泥巴全都是自己留下來的，他們一直在同一個地方繞圈。一名隊友突然大叫：我們已經走第3次了！因為一旁的石頭上有他剛剛放的巧克力包裝紙，大家開始恐慌起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其中一個女生忽然停住腳步，她看着樹林深處，手指着前方，慢慢的笑了起來。你們看，山中的人在叫我。所有的人順着她指的地方望過去，那裡什麼都沒有，只有看不到盡頭的樹林深處。她卻一步一步走進森林，有4個人急忙拉住她。他卻突然轉頭，眼睛翻白，用一個完全不是他的音調說：你們怎麼還不來？接着他用力地往樹林的方向試圖甩掉抓着的人，他的力氣大到4個大男人差點抓不住，其他的人嚇得立刻過來把他壓住。等他恢復正常時，他完全不記得剛才發生什麼。天色越來越黑，隊伍終於爆發爭吵，有人說回頭，有人說天色快黑了，原地紮營。但隊長仍然相信山莊就在前面。最後12個人分成2隊，4個人跟着隊長，7個人留下紮營。沒有人知道這是最後一次看見彼此。隊長那一行5人繼續朝着山莊前進，不知道又過了多久，只見霧越來越濃，前方不遠處出現2個人影向他們走來。隊長仔細一看，竟然是下午遇到的那對山友，同樣的笑容，同樣的裝備。見他們愣住不知所措的神情，男人慢悠悠地笑着說：嗨，又見面了。隊長反射性地脫口而出：你們不是下山了？這時女人也笑了，嘴角慢慢裂開，裂到耳根。她用尖細的聲音說：不是叫你們要注意安全嗎？男人的笑聲越來越大，像是打雷一樣，震得5個人的頭暈到差點站不穩。叫你們別來，你們怎麼不聽？下一秒，那個男人的登山帽掉落，頭髮下面迷迷裡，只有一片漆黑，像一個深不見底的洞。5個人的尖叫聲消失在濃霧裡，從此再也沒有人見到他們。另一邊，7個紮營的人把營帳打好後，大家準備開始弄點東西吃。準備到一半，忽然聞到烤肉香，接着聽見笑聲、音樂和聊天聲，還有人大喊：快過來，這邊有熱湯。大家以為附近還有另一對山友，有人說：要不要過去看看？7個人帶着頭燈，循着聲音前進，笑聲越來越近，香味越來越濃。可是頭燈照過去，前面什麼都沒有。下一步，腳下整片土地突然踩空，7個人同時墜下山谷。等搜救隊找到他們的時候，7具遺體散落在不同的地方，唯一相同之處是全都瞪大雙眼，表情極度驚恐，像是在斷氣之前看見了比死亡更可怕的東西。其中一個人掛在樹枝上，樹枝上刻着不要相信他們。一連好幾天新聞頭條播出這起山難事件，主播沉重地說：
12名山友於颱風過後第4天進入山區，7人已罹難，5人至今失蹤。搜救人員更發現，那7個人紮營的位置根本不是前往山莊的路，甚至與山莊隔着整整一座山。正常的情況下，根本不可能走到那裡。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這12個登山社好友出發前的合照，當時被其中一位隊友 PO 上社群軟體。有眼尖的網友發現，在他們的後面，黃色警示牌附近有2個模糊的人影，看不清楚長相，只認得出像是一男一女。但是調閱停車場監視器，12個人進入登山口時，畫面裡只有他們，沒有其他人。登山口管理員說，當時他在廣播間修理廣播設備，因為前幾天剛好壞掉。等他修理好廣播器到管理室之後，發現他們的車子已停好，人不在停車場了。如果廣播設備壞掉，那當時他們聽到的廣播聲音是誰說的？另外，警方後來調查山難記錄，他們找到一份20年前的資料，同樣是在颱風過後不到1周，有一對40多歲的夫妻在那座山迷路失蹤，至今沒有找到遺體。而最後一次有人看見他們的時候，他們對其他登山客留下的最後一句話就是要注意安全哦。直到今天，每逢颱風過後，還是有搜救隊員私下流傳一句話：如果你在山裡迷路，遇到有人熱心替你指路，千萬不要急着跟着走，先看看他的腳下，如果泥土上沒有腳印，那就別再往前了。因為他要帶你去的地方絕對不是你的目的地，而是那些再也走不出來的人永遠徘徊的迷霧之中。故事結束。最近是颱風的季節，現在的颱風所帶來的強降雨很容易在山區造成土石鬆動，即使放晴，最好也要再等1周後再上山比較安全。山一直都在，安全最重要。香菜祝大家都能平安快樂地欣賞山林之美。謝謝大家收看這集的故事。如果喜歡我說的故事，歡迎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並分享給同樣愛聽故事的朋友們。另外，如果有想聽的題材，或是有自己親身的人生故事想分享，歡迎寫信給我，我整理過後會在這裡分享給大家。深夜故事屋，我們下次見。